心理学家表示，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通常精力充沛，可以激励、鼓励，而且很积极。他们的能量是会传染的。边障是以持续不稳定和情绪模式为特征的精神状况、行为、自我形象和功能。被诊断为边障的人可能会在诊断中找到解脱，因为这可以让他们感到更多的理解。让他们松一口气的是，终于找到解释这种情况的答案。他们可能已经寻找了很长时间，终于可以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挣扎。像安吉丽娜、朱莉这样的成功人士也患有边障，其他名人还有吉姆、凯利、布兰妮、斯皮尔斯、梅根、福克斯、罗比、威廉姆斯等，也可能患有边障，但从未被正式确诊过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想快速声明，像边障这样的精神疾病会让人觉得自己的世界正在崩溃。我们经常听说精神疾病的消极方面，所以一旦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，就会感觉世界末日即将来临。给症状贴标签可能是有害的，会给精神疾病带来更多的污名。本影片不是为了诊断谁患上了边缘型人格障碍或任何其他精神疾病，旨在用心理学来观察神经多样性积极的方面。今天的重点是边缘型人格障碍，来说说这种障碍的积极面。一、边缘型同理心。为今日心理学撰稿的伊米洛提到了这样的事实，即患有边障的人具有高度的同理心，这意味着他们对别人的感受、想法甚至身体感觉都非常敏感。比如恻隐之心，想象一下，妻子在怀孕期间晨吐时，丈夫感到恶心，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感同身受身体上的疼痛。尽管他们的同理心有所增加，但可能在人际关系和社交技能方面仍有问题。他们的情绪太过敏感，可能会表现出情绪波动和害怕被抛弃。所谓的边缘型同理悖论，据澳大利亚边界行为网站的报道，学会通过提高直觉和感知来管理情绪意识的人，可以在别人处于情绪困扰时帮助他们，而不是让情况变得更糟。职业网站领英上讨论的一项著名研究证明了这一点。研究人员向受试者展示了一些人眼的照片，边障组在正确识别面部情绪方面比非边障组做得更好。也许这并不意外，这种技能有助于向他人表达同情，因为他们可以更容易识别出别人何时需要支持和友谊。二、创造性。心理学副教授弗朗西斯卡·帕拉普雷科娃在 Self 网站上说，这种微调的情绪检测是有好处的。他解释说，边障患者真的很有趣，有创造力，富有同情心，很出色。他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利用人类情感和经验的能力增强了。健康网站作家艾米丽·埃夫兰也是边障的诊断者认为，边障患者一旦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，就可以将他们的紧张转化为创造力。艾米丽还说，她和她的边障朋友都从事诸如音乐家、画家、舞蹈家、表演艺术、作家和演员等创造性的角色，他们把整个自我都投入到他们的创造性追求中，不管你是否被诊断为边障。下次当你被任何情绪所淹没时，花点时间思考一下，是否可以把这种能量引向积极的方向，这肯定是把听起来消极的事变成非常积极事情的方法。三、忠诚。你是否曾有过伴侣或朋友对你撒谎，或以某种方式背叛你信任的情况？如果有，就知道当时感觉就像被狠狠地打了一拳。能想象如果丁满告诉彭巴他们没有虫子了，然后不跟别人分享，就把虫子都吃掉了，会发生什么吗？是啊，我也不想去想。我们的小伙伴艾米丽·伊夫兰也解释说，边障可以强烈的爱，有了他们的爱，他们对你永远忠诚，这是你在其他人身上得不到的。艾米丽还解释说，对边障患者有负面看法时，这可能是种挑战，但当一个边障患者爱你时，他们会全心全意地爱你。伴随着爱而来的是忠诚。艾米丽说，边障患者在能够控制情绪的日子里是很棒的人，他们风趣、聪明、活泼，而且100%忠诚。四、有韧性。如果看过戈登·拉姆齐的节目，就会听到他告诉厨师们，在他们搞砸了之后要振作起来，但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。我们为这篇文章研究的每一个来源都提到，边障患者的一个特征是更高水平的韧性，这意味着他们比没有被诊断为边障的人更容易从困难、
创伤或伤害中恢复过来。许多被诊断为边障的人都在与消极行为做斗争，他们仍然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。这一简单事实表明，他们在面对这些负面行为时具有韧性，他们堪称超级英雄。5. 精力充沛。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他们总是精力充沛，似乎是咖啡因的化身。心理学家安妮·塔纳莎在 Medium 网站上说，当你情绪低落、沮丧、不知所措、抑郁或厌倦了应付日常责任时，有一个患有边障的朋友或重要的人可以帮你振作起来并激励你。他接着说，他们是多么善于给予鼓励和支持。他还解释说，这种尽量吐的高能量品质也可以是应对机制，帮助保护他们免受边障可能导致的负面情绪崩溃。但如果得到控制，这可能是边障患者的积极特征。最后一点，6. 充满激情。曾经问过自己爱的人关于他们热衷的事情的问题吗？结交朋友或伙伴，兴奋起来，谈论他们感兴趣的事情是最美妙的感觉之一，你不觉得吗？心理中心的克里斯汀·哈蒙德说，边障患者对他们所热爱的事情很有激情，无论是特定的人，还是艺术、舞蹈、音乐、体育、食品、文学或其他任何东西，全身心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中。这是他们天性的一部分，他们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们要追随自己的热情，因为他们已经在做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患有边障的员工会努力工作，努力实现他们的梦想。多么鼓舞人心！就像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一样，有时会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感到平淡，但神经多样性不应该是其中之一。如果你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，你同意这些观点吗？边障还有其他我们没有提到的积极特点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让我们知道。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